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姐的小青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复古年华系列方英 V 领套头背心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背心分为身体、前胸片、后胸片、领边、袖边和下摆。这里身体及胸片都是由一个个花片拼接而成，先钩织并拼接对应的花片，完成后再分别挑对应区域钩织领边、袖边和下摆。首先钩织并拼接身体的花片，这里有多种花片形状，为了方便讲解，我按照从下往上、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进行讲解与演示。这里身体处花片都是成圈，第一圈都是一种花片，第二圈增加了新的花片形状。先来制作第一圈的花片，这里花片只有第一个花片为完整钩织，其余花片在钩织最后一圈时需要进行边钩边连。首先钩织第一个花片，同时也是完整花片，采用锁针环形起针、逆时针环转向外绕圈钩织，期间需要使用两种颜色交替进行钩织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长针、长针加针、短针和拧拔针，请看我演示。为了方便观看，这里我用其他线材做演示，并且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针的型号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来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接着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一圈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，稍微拉紧。下面开始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，一个锁针就完成了。这样的一个辫子表示一针，继续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这是第二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4针锁针，一针、两针、三针、4针，加上开始的2针，这里一共钩了6针。往下需要将锁针圈起来，这里锁针正面 V 形状的辫子朝上，对着自己，然后挑第一个锁针上方的半针，也就是这样一根线，钩一针拧拔针，绕线将线钩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完成拧拔针。这里拧拔针不算一针，稍微拉紧。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开始钩第一圈，
先立3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绕线将线勾出，1、2、3，这3针算作1针长针，然后勾1针长针，钩针绕1次线，穿入起针形成的大洞。这里可以边钩边缠起针的线头，将其放于钩针上方，然后绕线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还剩2个线圈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1针长针就完成了。右上方 V 形状的辫子是其针目，1个针目表示1针。接着再钩1针长针，绕线穿入，注意藏线，绕线将线勾出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依次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2次，1次、2次，完成长针，加上起立针，现在钩好了3针。这一圈一共需要在起针的洞眼里钩12针长针，继续钩完剩下的长针。4、5、11、12，大家可以再核对一下针数。完成后，在起立针位置拧拔连接，找到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，从下往上数，也就是这一针，挑这个锁针的2根线，入针，钩拧拔针，绕线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完成拧拔针。同样，拧拔针不算1针，需要拉紧，以免后面多钩。此时第1圈就钩好了。由于下一圈需要换色，同时这个颜色第3圈还需要用到，为了减少断线，我们可以处理一下线头，将线圈拉大，然后将线团从里面穿出，稍微拉紧。这里线头放于原位即可，起针多出来的线头可以剪掉。往下钩第2圈，拿起对应的颜色，这里为了方便讲解，我将第1圈的颜色称为线1，新加入的颜色为线2，将线2打一个活结。钩针穿入上一圈起立针的位置，之前拧拔穿入的这里，将活结勾出，稍作调整，注意接头不要漏到正面来，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。
同样，这3针算作一针长针，接着在同一个位置钩一针长针，注意线1放于原位。这里可以将接的线边钩边藏。往下挑相邻长针的针目钩织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一个位置钩2针长针。这里相邻针目稍有点变形，挑最上方的2根线入针，对应钩织。1针，2针，完成长针加针。往下继续挑长针针目，1对应钩长针加针，都是在一个位置钩出2针长针，将剩余钩完。钩完后，大家核对一下针数，注意起立针算作一针，包含在内。最后在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上，挑2根线，拧拔，拉紧。下一圈需要换色，并且这个颜色还需要用到，这里处理一下线，将线圈拉大，将线团从里面穿出，稍微拉紧。此时第2圈完成，接下来钩第3圈，拿起线1，这里线2放于原位，钩针穿入上一圈起立针的位置，之前拧拔穿入的这里，绕线将线钩出，另一针锁针起立。这是短针起立针，不算作一针，同一个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穿入，绕线将线钩出。这时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完成短针。右上方的辫子是其针目，同样一个针目表示一针。往下挑相邻针目，钩一针短针。同样这里针目稍有点变形，挑正上方的2根线入针钩织，绕线将线钩出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，完成短针。接着挑正下方第1圈，起立针与长针之间的缝隙，钩一针长针。钩织时将上方也包裹进去，绕线将线钩出时，线圈要比上一圈略高。最后钩完高度要与旁边短针差不多，同时织物保持平整。往下继续挑相邻长针针目，这里可能会被遮住。
穿入对应位置，一对应钩2针短针。完成后，挑下方第一圈针法之间的缝隙，钩1针长针，后面都是在长针针目上依次钩2针短针，在第一圈针法缝隙里钩1针长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继续钩完剩余部分。钩完最后1针长针，大家核对一下，这一圈一共有12针长针。然后在第1针短针上领拔连接，这里左侧竖向的小辫子是起地针，跳过；横向的辫子是第1针短针的针目，穿入针目，钩织引拔针。完成后拉紧，处理一下线。线头放于原位。此时第3圈完成，下面钩第4圈，使用线2钩织，拿起线，钩针穿入上一圈第1针短针的针目位置，也就是之前领拔穿入的这里，绕线将线钩出，立1针锁针起地。同样，短针起地针不算1针，同一个位置钩1针短针，往下继续挑针目，一对应钩短针，将剩余钩完。钩完最后1针，在第1针短针的针目上领拔连接，拉紧，处理一下线。此时第4圈完成，往下钩第5圈，拿起线1，钩针穿入上一圈第1针短针的针目位置，绕线将线钩出，立3针锁针起地，这3针算作1针长针，接着钩织3针锁针间隔。同一个位置钩1针长针，后面往左跳过2针步钩，挑下一针的针目，钩1针长针，3针锁针间隔。同一个位置再钩1针长针，我将这2针长针和之间的锁针看作一组花样，往下继续跳过2针步钩，然后钩一组花样。
后面都是空2针，钩花样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剩余钩完。钩完这个花样，往下还剩2针，空着不钩，然后找起立针位置拧拔，长针、起立针都是在第3针上调2根线入针。这里将线2放于钩针上方，将线带上来，完成后拉紧，处理一下线。此时第5圈完成，接下来钩第6圈，在上一圈线头左侧锁针的洞眼里入针，然后将线2钩出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接着在同一个洞眼钩4针长针，加上起立针，这里相当于钩了5针。往下继续分别挑花样的锁针洞眼，一个洞眼钩5针长针，将剩余钩完。钩完最后一个洞眼，往下在起立针的位置拧拔，拉紧，处理一下线。此时第6圈完成，接着钩第7圈，钩针穿入起立针左侧第2个长针的针目位置，将线1钩出，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个位置钩2针长针，这里钩织时将线2边钩边藏，完成后线2放于原位，后面钩2针锁针，往下挑第5圈花样之间的缝隙，钩1针长针，同样将上方包裹进去。钩完后的高度要与之前针法高度差不多，往下继续钩2针锁针间隔，然后挑左侧5针长针的居中1针，钩1针短针，2针锁针间隔，再挑相邻下方第5圈花样之间的缝隙，钩1针长针，2针锁针间隔，接着挑相邻5针长针的居中1针位置，钩1针短针，2针锁针间隔，
后面条下方花样的缝隙钩一针长针，两针锁针间隔，相邻挑5针的居中1针，钩织3针长针。这里我将钩好的部分看作一个边，往下钩织一个角，也就是3针锁针。接着钩织第2个边，这里先在下方同一个入针位置钩织3针长针。后面分别挑第5圈花样的缝隙以及5针长针的居中1针，依次钩织1针长针、1针短针，一直钩完3个长针的位置，这里针法之间均间隔2针锁针。钩完第3针长针位置，后面继续钩2针锁针，往下调5针的居中1针，钩织3针长针。此时完成了第2个边，继续钩织第2个角，也就是3针锁针。后面按照第2个边与角的方法，继续钩织2个边和角。这里每个边开始的3针长针都是钩在上一个边最后3个长针的同一个位置上。往下大家按照之前的方法参考图纸继续钩织。最后一个边的3针长针钩在开始这个边的入针位置。完成后继续钩最后一个角。此时大家看一下，这一圈钩完后形成了这样的方形，有4个边和4个角。最后在起立针上拧拔，拉紧。由于往后不需要用到这个颜色，这里可以进行断线，先钩1针锁针固定，预留一点线头，断线，拉紧。线头可在后面的钩织中藏进去，也可以直接藏到织物的背面。这里我演示一下藏线。
大家可以多缠几针，多余的线头剪掉即可。这样第7圈就钩好了，下面钩第8圈，在上一圈最后一个角的锁针动眼入针，然后将剩余的一根线钩出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个位置钩2针长针，加上起立针，相当于钩了3针。接着往左，分别调锁针动眼，一个动眼钩3针长针。如果之前没有缠线时，可以此时边钩边缠。钩到了角的锁针动眼，对应钩3针长针，3针锁针间隔，同一个位置再钩3针长针，这里我将在角位置钩织的针法看作这一圈的角，角之间为这一圈的一个边，往后边的位置都是调锁针动眼，一个动眼钩3针长针，角的位置调锁针动眼，钩织3针长针、3针锁针和3针长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织。钩完了最后一条边，往下到了开始角的位置，这里之前已经钩了3针长针，则再在同一个位置钩3针长针，3针锁针，补齐了这个角，最后在起立针上拧拔，拉紧，断线。线头藏到背面即可。此时第8圈就完成了，同时第一个完整的花片就钩好了。这里大家可以参考图纸比对一下尺寸，如果尺寸相差较大，建议调整手松紧或更换钩针型号重新钩织。往下钩织并连接第1圈剩余花片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和讲解。先钩织第2个花片，这里前7圈方法与第一个完整花片完全相同。注意，这里花片有2种配色，第2个花片的起始颜色正好与第一个相反，之后2种颜色交替。注意第7圈钩完后要将线断线，另一个线头保留。我这里已经钩好了，往下钩织最后1圈，并与第一个花片进行拼接。开始先参考第一个花片或者图纸，钩织到下一个角的位置前。
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钩织并连接这个角。先在角的洞眼钩织3针长针，然后钩1针锁针，接着拿起第一个花片，注意将花片的正面朝上，也就是针法纹理比较整齐的这一面，背面纹理相对模糊。然后从正面穿入第一个花片，任意一个角的锁针洞眼，钩1针引拔针，绕线将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所有线圈。这里引拔针不要过大。此时完成了连接，继续钩1针锁针，回到第二个花片上，调角的洞眼，钩织3针长针。此时钩好了一个角，同时与第一个花片的角进行了连接，往下钩织和连接下一个边的位置。开始先挑第一个花片相邻3个长针之间的缝隙里入针，从正面入针，钩1针引拔针连接，之后挑第二个花片左侧的锁针洞眼，钩织3针长针。往下需要连接，从正面挑第一个花片2个3针长针之间的缝隙，钩1针引拔针，完成连接。继续回到第二个花片上，挑相邻锁针洞眼，钩织3针长针。往下再连接一次，这里边的位置都是在3针长针之间的缝隙里入针。连完后回到第二个花片上，挑洞眼钩3针长针。往后按照这样的连接方法，将这条边连接完成。钩完最后的3针长针，再连接一次。
此时边的位置钩织并连接完成。往下钩织和连接下一个角，先钩3针长针，一针锁针，然后挑角的锁针洞眼入针，钩引拔针连接，继续钩一针锁针，回到第二个花片的角位置，钩3针长针。完成了这个角的钩织与连接，往后不需要连接，按照之前边与角的方法继续钩织即可。将剩余钩完。最后在起地针上引拔，拉紧，断线。线头藏到背面即可。此时，第二个花片的钩织与连接就完成了。接着进行第三个花片的钩织与连接，方法与第二个花片完全相同。这里我再演示一次方法。先参考第一个花片，将前7圈完成，之后第8圈钩织到需要连接的角位置前，钩到了需要连接的角位置，往下钩织并连接一个角。与第二个花片连接时，注意花片的正面要朝上，然后与之前连接的一个边对称的这一侧边进行连接。往下继续边钩边连接，下一条边。连完了边，往下继续钩织和连接下一个角。完成后，同样这里只需要连接一条边和2个角，完成了连接部分，剩余按照之前的方法对应钩织。
完成后，此时第3个花片的钩织与连接就讲解完了。这一圈往下剩余的花片都是按照前2个花片的方法钩织和连接。注意，这里花片都是只连接2个角和1个边，并且连接的一侧都是与之前连接对称的一侧。注意，最后一个花片钩织时需要连接2侧，一侧与前一个花片连接2个角和1条边，一侧与开始的花片连接2个角和1条边。连接的方法都一样，大家按照钩织的顺序依次连接即可。最后一个角连接时，由于这里是起始位置，先钩1针锁针，然后钩引拔针连接，之后再钩1针锁针，最后在起立针上引拔就可以。连接过程中，大家边连边看一下花片位置不要错位，同时花片的正面始终朝上，最终花片形成一圈。此时身体第1圈的花片就讲解完了。